很多外资当时就在问台积电获利是不是见顶了，海外扩厂是不是会拖垮台积电？结果到2026年的第一季，台积电直接用财报打脸那些看衰它的人，第一季毛利率季增3.9%，来到了66.2%。Hello， 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5月8号晚上的8点半。今天我们要来聊一档牵动全球股市神经，甚至可以说掌握了人类未来科技命脉的超级巨头台积电 TSM 台股代码2330 AKA 护国神山。如果你觉得台积电的成长已经到了天花板，那你今天绝对要看到最后，因为就在刚出炉的2026年第一季财报中，台积电交出了一份让华尔街分析师全部跌破眼镜的成绩单。你猜猜看，台积电第一季的毛利率冲到了多少？66.2%。你没有听错 ，66.2%， 相比于2025年第二季因为汇率逆风导致的58.6%， 台积电在短短的3个季度内，毛利率足足飙升了将近8个百分点，营业利率更是到达了恐怖的58.1%。但比起这些亮眼的数字，真正让我震惊的是台积电背后的布局。今天这部影片，我不只要念财报，我要带大家深挖台积电高达上百页的法说会组织稿，从3大面向为你彻底解密。第一 ，AI 的爆炸性需求到底从何而来？第二，台积电产能扩张的技术蓝图，包含神秘的 A14制程到底有多超前？第三，面对 Intel、三星还有马斯克的 Terafab， 台积电的护城河到底有多深？大家准备好吗？如果准备好，请帮我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开始吧。让我们先从大环境谈起。过去2年，大家都在谈 AI， 甚至有人开始怀疑 AI 伺服器的建制是不是已经过度了，是不是有泡沫的迹象。台积电总裁魏哲嘉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需求不仅强劲，而且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疯狂。在2025年第3季的法说会上，魏哲嘉首次使用 exponential 呈指数级来形容 token 数量的增长，但是到了2026年的第一季，市场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质变。大家注意听哦，这可能是整场法说会里面含金量最高的一句话。AI 市场正在从生成式 AI 与查询模式的 Query Mode 转变为代理式 AI 与指令行动模式的 Command and Action Mode。什么意思？过去我们像是使用什么 ChatGPT、Gemini， 我们都是怎样一问一答。但现在的这个 Agentic AI 代理式 AI 是你给它一个目标，它会自己上网找资料，自己统整，自己执行很多什么发 email 这些步骤，而 token 的消耗量迎来了另一个阶段的大跃进。这一切都需要庞大的算力，也就是需要什么？也就是需要更多的台积电先进制程的晶片，而这也直接反映在台积电的营收结构上。2026年的第一季 HPC 高效能运算部门营收季增了 20%， 占总营收的比重高达了 61%。 相比之下，智慧型手机的占比已经降到剩多少？剩下 26%。 台积电已经彻彻底底的从一家依赖苹果手机循环的公司进化成全球 AI 算力的绝对基础设施。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赚钱能力。大家回想一下2025的第二季，当时台积电面临了一个很严重的汇率逆风，因为台币升值，当时的汇率从预期的 32.5 升值到大概 31.05 元，光是这个汇率的变动就吃掉了台积电将近220个基点，也就是 2.2% 的毛利率，让当时的毛利率降到大概只剩下多少？剩下 58.6%。此外，当时的海外扩厂，包括什么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初期成本，也稀释了超过100个基点的这个毛利率。很多外资当时就在问台积电获利是不是见顶了，海外扩厂是不是会拖垮台积电？结果到2026年的第一季，台积电直接用财报打脸那些看衰它的人，第一季毛利率季增 3.9%， 来到了 66.2%。 他们的财务长黄仁昭也表示，这都归功于成本改善、极高的产能利用率以及较有利的这个汇率。其实
财报背后没直接说出的关键字是台积电的定价权与客户价值的策略凑效了。在2025年的法说会上面，分析师不断追问台积电是否能把这个攀升的成本转嫁给客户。魏哲家的回答非常的有智慧，他说：“我们一直将这个客户视为我们的伙伴，我们所要考虑的是什么？就考虑他们客户是不是会成功。如果当那个客户成功了，我们自然就能获取我们应得的价值。因为 N3 奈米的先进封装产能实在太稀缺了。”客户为了抢产能，愿意接受台积电因成本上升所做的这些价格调整，这才是毛利率能强势突破这个60% 的大关，甚至冲到什么66.2% 的这个核心底气。而且台积电的净利率也达到了惊人的47%，资产报酬率 ROA 也高达22%。这在整个半导体产业基本上就是个碾压级的存在。江南银行又来了，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第2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我报你好康，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 8CGZSH。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新手开户礼200现金，理财测验礼100现金，会员加码礼100现金。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2季完整权益的，赶快去找这一部影片来看。既然客户都要排队送钱了，那台积电当然也要毛起来扩厂。2026年的第1季，台积电宣布了一个让市场震撼的数字。2026年全球年的资本支出上看520亿至560亿美元的高标，这比起2025年的400亿到420亿美元，又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那这笔钱要花在哪里呢？答案是全面扩张3奈米，并加速2奈米量产。由于 AI 的需求实在太旺盛了，以往台积电在第一个节点达到目标产能后，通常不会再扩充，但这次台积电破例了。为了满足 HBM 高频宽记忆体的相关精力、智慧型手机和 AI 伺服器的需求，台积电正在执行史无前例的全球3奈米扩产计划。那第一个重点就是台湾的台南科学园区新增一座3奈米晶圆厂，预计2027年的上半年量产。那第二个，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第2座厂已经建制完成，原本的制程升级为3奈米，2027年的下半年要量产。第三个就是日本熊本第2座厂也宣布导入了3奈米的技术，预计2028年量产。甚至台积电还在把台湾现有的5奈米设备改装换来支援3奈米的产能。而到了2025年的下半年，号称下一个长寿节点的 N2 奈米已经顺利进入了高量产阶段。良率非常优秀，魏哲家还特别提到 ，N2 在投产前2年的晶片设计订单数量，甚至超越了当年3奈米和5奈米。2奈米不只用在手机哦，连 HPC 的客户也迫不及待想要采用。这代表2026到2027， 2奈米将会成为台积电营收的超级引擎。如果你觉得2奈米已经很强了，那我们来看看台积电的黑科技储备。为了对付 AI 晶片越来越可怕的耗电量，台积电推出了 A16 制程。这个制程最大的亮点就是配备了业界最强的这个超级电轨 Super Powered Rail SPR 技术。相比于 N2P，A16 在相同速度下可以降低差不多15到20% 的这个功耗。这对于需要建立巨型 AI 资料中心、整天烦恼缺电的云端巨头来说，根本就是救命解药。A16 也预计在2026的下半年投入量产。不仅如此哦，台积电在2026年的法说会上首度揭露了 A14 制程的进度。A14 将采用第2代奈米片的电晶体结构，相较于 N2。A14 在相同速度下功耗可以再降大概25%到30%，晶片密度提升将近20%，目前开发进度超前，预计在2028年就会投入量产。但是光有晶片还不够，现在 AI 算力最大的瓶颈在哪里？在封装。魏哲家提到 ，AI 晶片的尺寸越来越大，台积电正在挑战全球最大光罩尺寸的封装技术。不论是大型的 CoWoS 还是未来的 CoPass 或是 SOIC 甚至 SOW， 台积电都在全速推进。台积电为此还提出了一个叫这个 Foundry 2.0 晶圆代工 2.0 的概念，把前端的晶圆制造、后端的先进封装整合在一起。因为现在客户买的不再是一颗晶片，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效能。
好，我们先到 Thinking Alpha 画面来看看这个 TSM， 台积电现在价格是415.57，今年 YTD 市盈涨了这个36.75%，那一年市盈涨了大概138.09%，一年是有翻倍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Quant Ranking， 它在 IT 这个产业 ，IT 这个 sector，industry 是半导体。那它目前这个 industry 是排69家，排第9名 ，sector 是527家，排11名，那 overall 的话是4256家，排第16名，也是非常靠前的一个名次。看一下这个 Factor Grade， 目前估值以前在 C 减跳到 D， 那现在是 D 加。那成长性以前是 A 减，现在是 B 加，那获利能力一直都是 A 加，也要在半导体这个行业一直拿到 A 加的这个获利能力是非常不容易的。看一下 Momentum 以前是 B 加，跳到 A 再到 B 加，那 Refinition 从 A 减到 A， 这个是它量化分数的表现。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财报，我们先看损益表好了。损益表可以先看收入，可以看一下2025，从2025开始看收入，再来是这时候是2万5，接下来突然跳到3万1、3万2、3万3、3万5。每一季 QOQ 全部都是成长的。那我们看一下毛利率，毛利率也是非常扯。刚跟大家讲多少，66.25%嘛，以前是有多少，50几%，更早之前大家都是维持在大概50几%。2025是58%、58%、59%、62%、66%，直接是一个3级跳，58%跳到66%，是非常恐怖的成本结构的大跳跃。那看 operating income， 以前2025差不多都是在48%左右，更早以前差不多在41%，现在是48%、49%、50%、53%、58%，也是每一季营业利润率也是一直有向上的成长。好，那下面我们先来看 EPS 稀释的 EPS 原本也是0.42、0.53、0.57、0.6到0.69的这一季也是在往上开，也是创新高的一个 EPS。那 Net Income 的部分，以前2025差不多是更早以前大概38%，我们跳到2025差不多43%，维持在这里43、42、45、46到这一季多少？50%啊！卖100块的东西有50块跳到自己口袋里面，非常可怕。好，接下来再看现金流量表的部分。现金流量表，我们先看这个营运活动的现金流量。从2025差不多18000、17000、14000，这边有营运现金流有下降，到这个2025跟第4季跟2026年第1季跳到23000跟21000，之前都没上过2万，这是第一次营运现金流量上到2万。那再看一下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之前差不多都是6000、9000、8000这2季。营运现金流量有上去，投资现金流量有上去，差不多11000左右。这2季的资本支出也都跳到1万以上，原本是11370，到现在是10980。刚刚也有说，他预估2026年会开到多少？520到560，非常高资本支出。融资现金流差不多维持在3-4千左右。那这样算下来，营运现金流21000，投资活动现金流11000，融资现金流再减掉4000，还是有剩的。所以每一季的这个 net change in cash 都是有进账的。除了这个2025的第1季之外，基本上我们的营运都是有现金进口袋的。那再往下看一下这个 unlevered free cash flow 自由现金流量，这2季也是上到了8700跟8400，也是越变越好，所以整体表现都还是非常优异的。好，那再看这个资产负债表的部分，可以看一下2026年第1季台积电的现金跟短期投资已经顶到了多少？10万个 million， 第一次冲到这个10万个 million， 每一季都是有越流越多现金的。那我们看一下换成百分比的部分，我们可以具体观察一下。现金跟短期投资差不多占到35到40%，现在越存越多这个现金。看一下 total receipt 都是维持在3-4%左右，所以这个 current asset 流动资产都是越变越高，到这一季有49%，之前差不多46%左右。往下看一下。在 current liability 差不多都是维持在19%，也蛮稳定，都在19%，所以流动资产是比流动负债多了2倍左右，不止2倍。这个流动负债20%，流动资产差不多快50%，所以2.5倍，所以是流动性相当好的一家公司。所以短期来看也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风险，还是非常多的现金。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hinking Alpha 对台积电量化数据的表现。我们先从这个估值开始看，估值的分数不是很好，在这个 D 加。那我们看一下主要它的PE get forward 差不多是26，那同行中位数是24，其实也差不多，对不对？那如果是 PE get forward 6到 B 加是 0.85， 但是同行中位数是 1.42， 所以其实大概折了大概4成。那其他像这个 EV 除以 Sales Forward 或是这个 PS 这些算下来，其实说真的，台积电都是高估了。但是其实台积电现在成长性真的非常强，它虽然是一家估值评分出来是低加，但我是觉得还是可以去持有。那我们再看一下成长性的状况。
成长性目前台积电的分数是 B 加，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 Revenue Growth Forward 的话，就是营收成长性 32.97%， 同行中位数多少？同行中位数 11.47%， 所以它是屌打同行。那 EBITDA 呢35%，同行差不多 16%。来看一下 EPS 稀释 EPS， 它的成长也是 39.94%， 快 40%。台积电这么大一家公司，1.9个 trillion 的公司，这么大家，但也维持 EPS 这么高的增速是非常困难的，好不好？而且3到5年的长期的这个 EPS 预估也是有到 31%， 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成长性。好，那我们具体再看一下获利能力 A 加，从6个月前到现在一直都是 A 加，一个半导体产业要拿到一直都是 A 加获利能力要多难？这个垄断性要多强？大家看一下，它毛利率有多少？61.87%，同行中位数呢50.59%，50.59%。那 EBITDA 将近顶到快70%啊，69.6%，同行中位数只有11.67%，完全不是在同一个量级，感觉不像半导体，已经快像什么软体业了，你知道吗？那再往下看，可以看这个 ROE 36.51%，Return on Total Capital 也是21.66%，也都非常强 ，ROA 22%。那这些基本上都是屌打同行的。现金我刚刚说很多嘛，还有多少 3.66 Cash from Operations 73.52个 billion， 同行中位数149个 million， 也是直接在不同量级去比较的。所以 TSM 的获利能力也是相当的浮夸。那看一下目前就是在 B 加，3个月 18.72， 6个月 44.55。你看这个 sector 是 IT 产业的，3个月涨 10%， 半年根本没涨，好不好？9个月涨 9%， 台积电涨 70%， 那1年涨 28%， 台积电涨 137.28%， 所以动能来说也是比同行强上不少。那最后一个 revision 分析师怎么看它的？可以看一下这个 EPS 8个分析师分析，8个都要上修。那这个 Revenue 32个分析师分析，31个要上修，1个下修。所以基本上分析师对它的预期是相当的好，也是相当好。这个就是 CK Alpha 对台积电这家公司财务数据量化的表现的评分。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你有用过吗？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绝对可以满足你在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升级到 Essential，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订阅 Essential 只要$15，用我的专属连结，我直接再送你$15，让你再订阅1个月，还不赶快把握优惠？那我们现在到 TradingView 来看一下台积电，毕竟台积电也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嘛，我们来排行一下目前的市值。台积电排第几？排在第8名，前面 NVIDIA、Google、Apple、那个 Microsoft、Amazon。还有 AVGO， 下一家就是什么？就台积电，目前 1.91个 trillion。台积电这么大了，还有没有可能翻倍？我认真觉得还有可能。Microsoft 的这些 Apple 再翻倍也不可能，比较难。但我觉得台积电现在毕竟巨头都要买它的东西，我觉得它再翻1倍到 3.8 trillion 也是合理的。再挑全世界第5这个位置，我觉得是有可能，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好不好？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台积电的现形。好，台积电在什么时候？这里走了一个杯状带比，这边我有画，在这边走了一个杯状带比，然后跳上去了。目前有个回撤又上去了，对不对？可以具体看一下均线的状况，这边重新怎么样？重新交叉回来，在这个时间点重新20NA 月线上穿了60NA， 重新交叉回来。那你认真看一下它的 EMA 有没有交叉？认真观察一下这个虚线，大家可以看到台积电在这里是没有交叉的。那代表什么意思？这就是经典的线型，要交叉而没有交叉，代表怎么样？台积电在这边已经修正完毕，现在等于什么？现在这个创高等于什么？等于台积电的趋势又重新开始，在120A 这边，如果有大家有关注到这个120A 支撑，在这里拿到的人应该已经赚了一大波了。但是现在你说创高还能不能买？我认真说，我觉得还可以买，因为它对我来说要交叉或不交叉，通常都可以走一大段的。现在目前刚交叉回去，我觉得台积电才算刚开始而已，也是非常有动能、非常有潜力的一家公司。好了，那以现行而言，以财务数据而言，我都是还蛮推荐现在可以重新买台积电的。当然，作为一个专业投资频道，我们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台积电难道没有任何风险吗？有的，首先是这个地缘政治与原物料风险。在2026年的财报中提到，因为这个中东局势的升温，某些特种化学品和气体，例如什么氦气和氢气的价格可能会上涨。
不过，台积电已经建立了多重供应来源的安全库存，并与台湾政府确保液化天然气 LNG 的电力供应短期内营运不会中断。此外，关税政策也有可能对这些消费性电子的终端市场造成这个价格压力。再来是这个竞争对手的逼近，市场上一直有声音。Elon Musk 马斯克宣布了这个 TerraFab 计划，似乎有意自研并转向其他代工厂，例如三星，而 Intel 也持续的推进他们的代工业务。面对这些挑战，魏哲家是怎么说的？据外资关注，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决定自建晶圆厂是否造成影响？魏哲家回应：晶圆代工没有捷径。It takes 2 to 3 years to build a new fab, no shortcuts, and it takes another 1 to 2 years to ramp it up. Again, that's a fundamental of foundry industry. 他的回答非常霸气，也非常实在。他说：“晶圆代工没有捷径，建造一座新厂需要2到3年，量产还需要1到2年。这个游戏是根本法则，从未改变，那就是技术领先、卓越制造以及客户的信任。”根据半导体产业协会 SIA 与各大调研机构近期报告，台积电在先进制程，尤其是这个5奈米以下的市占率，依然稳稳压制在大概60%甚至70% 以上。而 Intel 与三星在良率和先进封装的整合能力上，仍有一段难以跨越的这个鸿沟。台积电甚至还提到 ，Intel 和特斯拉目前都还是台积电的重要客户，台积电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潜在的业务机会。对了，法说会中还有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彩蛋，有分析师问到人形机器人的潜力，魏哲家透露，有客户告诉他，未来的这个机器人市场规模将会是电动车的10倍。虽然目前这还在极早期的感测器整合阶段，但这绝对是台积电成熟制程、特殊工艺未来的巨大金矿。2025年的第2季到2026年的第1季。台积电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叫做无敌的护城河。即使面对这个台币升值、海外建厂成本大增的这个逆风，台积电依然靠了什么？靠技术的垄断力以及强大的议价能力，把毛利率硬生生的推上了66.2% 的历史高位。它不计成本的将这个2026年的资本支出拉高到了560亿美元，因为他看到了 Agentic AI 背后那无穷无尽的算力黑洞，从 N3 的大规模全球扩厂到 N2 的高良率量产，再到未来 S6 与 S4 的黑科技，台积电已经帮全球科技巨头铺好了未来10年的道路。虽然目前 TSM 的本销比 PS ratio 来到14倍，股价1年内涨了超过130%，但如果你相信 AI 不是泡沫，如果你相信 Agentic AI 才刚刚起步，那结合刚刚的前瞻 PEG 仅 0.82 的数据来看，台积电的长期价值或许才刚开始出现。今天的影片非常硬核，如果你能看到这里，代表你绝对是一个认真对待投资的优秀投资人。你觉得台积电的毛利率能维持在60% 以上吗？你觉得三星或是 Intel 有没有机会弯道超车？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也不要忘了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想看我下一期分析哪一家公司呢，也可以在留言区许愿。好了，那今天就讲那么多，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的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通了。如果各位看了我的影片，觉得有帮助，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加入会员连结，用行动支持我继续创作。详细的会员分几项功能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